这个岁末年终就直接给大家看看有什么一年来的总结疑惑没有？尊敬的师父上人好，各位师兄姐大家好。墨学上次在法堂的时候替我的父亲提问，然后今天我父亲有些话想要对师父上人说。师父上人吉祥。上一次法堂结束以后，医生叫我要做一个颈部切片检查，因为他说我们的淋巴结啊肿瘤是不好的，所以我决定听师父开示，不去看医生。所以我也打个电话去将这个挂号取消，我就将师父开示给我的，我就现在我的肿瘤也消失了，感恩师父的帮助与教导。想请师父，如果我改个性跟做善事，应该用什么心态才能正确？请师父给我们指示。好，请坐。谢谢。其实我们世间人都是处在一种对立那么你看，不要说这个肿瘤是不好的其实最不好的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那么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造成我们身体上的诸多病变乃至于这个贪嗔痴的能量加剧，造成了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灾难你们讲的大自然灾害这种东西。那么事实上真的没有天灾只有人祸那么你说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在我们身体的这所有的病痛，你可以都用一个态度叫和解共生。你看我们不是一种对立，我们的心已经转了，在当下已经转了。那么和为贵，对不对？那么以和能化解一切的对立冲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学习不是只有要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而已，那当然它一定是可以解决的你要不只是要解决它，那势必如果你有能够解决的大的范畴，这个身体的问题绝对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去解决那么一般人讲到的做善事有非常多的层级那么你们有读过了凡四训的就知道光是一个善他就讲了很多，有所谓的端善、取善、满善、圆善正善、邪善什么等等一大堆你加诸给这个善的前面一个形容词都好。可是如果依佛家的概念，我们没有回到儒家所讲的那个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善的定义的话，我们的善都不够圆满不够圆满。那当然还没有达到这个人之初性本善的善的这个圆满之前的善，有很多也已经非常美好了只是它不够圆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性善约都好，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说，当然我们得避。那荀子告诉我们有这一些人的这个劣根性，那么我们就知道言辞不能去执着它，我们得要明白言辞在什么样的时空因缘下在阐述的义理是不一样的，它也许用着同样一个字所以至少我们要秉持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最基础概念最基础概念。那么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基础概念，也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概念，叫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么诸恶莫作也是荀子主张的这个性恶说在警示我们的所以叫着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孟子所讲的性善说是在什么？鼓舞我们的要往这个方向去促成。那么
自尽其意，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本来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生命状态，那么它里面不能以善去讲，也不能以恶去讲，也不能以一半善一半恶去讲，也不能以善掺杂恶去讲，要以什么？以离两边中道亦不浊的概念去理解，这样我们就超越了善恶的对边的看待。我们超越善恶对边的看待，我们自是没有所谓的分别心了。这时候不是只有没执着心而已，那么没有分别心比没执着心的级数要来的高得多，高得多。那么契入了这一个自尽其意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这时候开始第一级数的这一个人之初性本善出来了。所以这一个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善字，是用这一个善这个字来形容完美无瑕的意思。那么我们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字眼，老祖宗找不到更好字眼，所以用善来取代。所以你看这时候讲善跟孟子讲的性善的善都是叫善，对不对？就都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了解，当我们自己在学习成长的时候，讲到做善事的时候，就有像这样的一种气味。那么在执行的时候，这个气味的分野，这个就说级数，它的层级参数，是我们一般没有落实的人很难去想象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学习都用一种所谓的概论，一种所谓的概念，你看加个概不大概，大概，然后那个以前有听过说，这个小时候读书有一个什么先生那个差不多先生，对，差不多先生都忘记了。然后你看，都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学修，如果用着含糊的概念，我们就没办法得到真正生命真常之理的一个美好的受用，那就叫冤枉。所以从善来讲，我们至少要以普世价值的基本的善开始，善开始。那一般讲什么？任何的宗门教下，任何的宗教都叫着我们要爱，对不对？要爱人啊，那么神爱世人啊，对不对？那么这个菩萨是慈悲的啊，那么从佛家把这个爱字，约略分为4个层级，4个层级。所谓是爱缘慈悲，它加上一个慈悲，那么前面加个爱，对不对？加个爱字，因为我们容易把爱跟情和慈悲3个东西搞乱，所以佛家其实很少讲爱这一个字。他不是不赞同爱，可是他很少从爱这个概念去讲，因为我们世间人只要讲到爱，其实都是情，那么情就不对了，情就是我们一切灾难的根。你看现在跟世间的那个概念差很多，对不对？你这个人做人怎么那么无情？你看现在就变成我无情了，对。所以你看道家有句话叫做道是无情却有情，那个是很像，那个大自然真常之道啊，它不是讲道教很像没有情，你要一文解字三世佛渊了。所以这个时候讲的道是大自然的真常理路，也就是你们生命本来的那一个状态，本来那一个完美无瑕的状态。你表面看它的运作好像很无情，以我们人类来讲好像很无情，因为我们的情是一种迷情，是一种执意执着的意念产生的，所以我们的情等于执着，所以人家才讲爱不重不生娑婆，欲不断不生净土，或者是讲念不依不生净土。6道轮回因为本，3界往返爱为基。他讲的这个爱就是所谓的情事，那一个情。那么情事作用其实不只是那么小，我们在讲的情已经是很深的情事作用的。所以很深的情事作用有一个特质，就叫做放不下，对不对？那换言之，如果你用放不下的态度去做一切的善事，这个善事也就不是真的善事，也就不是真的善事，因为你可能会因着
结果的不如你的设定，我们会有预设立场跟得失心跟分别心，不如于你的设定预设立场的时候，你的执着跟你的放不下就起作用，所以那时候反扑出来的力道就是一种嗔，一种嫉妒，嗔恚嫉妒。所以嗔恚嫉妒是我们身体最大毒素的来由。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强调说尽量不要去吃肉，对不对？尤其是很多吃素的人，都不要吃肉。当然不要吃肉有诸多的这一个参数，其中有一个就是从物理学上来讲，每一种动物在生气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它都会生理结构都会散发出一种毒素，那内分泌出毒素，所以在它死的那一刹那时也是很痛苦的，它的肉体就残留很多毒素。那么我们去吃它的时候，我们就相对吃了很多毒素进来，这是从养生学上来讲，养生学，那么你就知道佛法是圆满之学，它当然也包含了世间的环保养生这种东西，可是世间的环保养生还在所谓的业相的范畴里面，也就是你们讲的业因果报，它没有出轮回，所以你周全了，你用这个概念去周全了之后，你还是不能了脱你生命的问题，生命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病，对不对？你还是不能了脱，你的生老病死五阴炽盛，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你都逃不出这些，那么善我们就必须要去理解了，所谓菩萨无所住行于布施，我们要以这一个原则来做我们善事行持的准则。什么叫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你不着，你不去顾虑它，有一句话叫做三轮体空，更白话的讲法就是你要清净心，清净心。那更白话就是说，你做善事不要预设立场，不要设定得失，非得要怎么样不可，那么你还是要去做。也就是说，无所住是放下的，行于布施是提起的，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圆满的善的概念是提起同时是放下，放下同时是提起，提起放下是一不是二，你不能把它切开来，那么这一个概念已经超越了我们刚讲的那个爱缘慈悲了。爱缘慈悲是所谓的我喜欢我才会去完善它，那个慈悲嘛，去完善它，我喜欢我才会去做慈悲的运作，也就是服务众生，服务你喜欢的那个对象，所以这个叫爱缘慈悲。那你就知道这里面还是有很浓郁的情在里面，那个我喜欢就是我的喜好，我的喜好也就是我的分别执着，所以他还是用着分别执着去行善事，只是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领域里面，有这一些讯息。什么讯息呢？善的讯息，慈悲的讯息，我们有接触到所谓这些圣贤的教育的概念，一些神爱世人天神教育我们的这一种爱心的概念，于是我们在这一群人里面，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否定这么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也会顺着去做。可是这么顺着去做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非常亲民的。亲民就是你完全了解透彻，它的体相用理是因缘果，你清楚到不行，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流于所谓的迷信。我相信这么一个概念，可是我并不了解这个概念背后的总体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相信它，对不对？我也接受它，所以我会去做。那么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就冥伏于什么？善的运作。那么这一个善可能层级不高，可是再怎么样它都符合善的角度，所以你的人生也会因为这么点点滴滴的行持而有所一些回馈回来的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受用，美好的受用。那有一件事情，也许你的身体是因为这样子做了一种好的能量的回收的一种调节，一种转化产生。可是
在佛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初始层级，就是你这个人有爱心总比没爱心好了啦，我们稍微糊涂一点也没关系，对，稍微笨一点也没关系，总是还会去发展爱心可是这一种慈悲，爱缘慈悲常常会慈悲多祸害，方便又出下流慈悲多害，因为他不敏嘛不敏，他可能做了一个不完美的善，他就有一个负面的对立在那边等待或者是同时产生，它是同时，这个就是一种作用力的问题所以不究竟，那么佛陀又告诉我们，既然不究竟，我们就要升级呀，对不对？再把我们升级，把善的概念升级，这时候升级就变成所谓的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刚刚只是爱缘慈悲，他顾虑的是自己的欲求，我的欲偏向爱，偏向善这样子而已，刚好都到，那么这个都在习性的范畴里面都在习性的范畴里面。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悲的时候，这时候还不一定是理智的还不一定是真纯理智，可是这时候你懂得所谓老祖宗跟我们讲的爱屋及乌把我们这一个力量稍微再扩大一点了稍微扩大，然后把这样的一种胸怀也等同，反正有余力嘛这样爱缘慈悲做久了，总是也习惯于比较能够奉献一点的嘛，即便人还是自私的可是也懂得奉献往外，那么这个往外的习惯养成了你就愿意再什么释出一点再释出一点，不仅是我所爱的人了或我所爱的事物人事物，这时候会变成是我并没有爱的人事物，依理上依这个所谓的性格上习气上也愿意去触及到那么有时候听人家讲，哎呀好吧，也去帮忙一下，即便我也不知道爱不爱他，对不对那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层级都不是理智的都是一种熏染一种所谓的习惯那么这个习惯虽然不理智，可是它的养成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么你这时候会去爱屋及乌，众生缘就是什么？除了我爱的对象以外，一切的存在的这些苦难，我只要有余力有能力所及，我就愿意去触及一下。你比如说有人听到报道啦，哪里又有灾难啦灾难里面又有很多人在受苦受寒啊，受冻啊，那怎么办？是有什么会出现了，对不对？然后捐钱，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愿意，对不对？我愿意捐个多少钱过去。你认不认识那些受冻受苦的人所以这时候你的所谓的很明显的感知能力，你并没有感知到你爱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并没有很明显的爱那个人，可是你会依理行事，你是不是这个情质又淡薄了一点了？淡薄了一点那你不要小看这一个过程一般人要光从第一个爱缘慈悲都有时候做不太到那么要从爱缘慈悲再晋升到众生缘慈悲这个可能要他的命然后要一直督促啊或者是这个一直受教育啊，一直熏染到一个层级，他才愿意释出一点有时候你看人会进进退退，在这个层次都会进进退退。你去做这一些捐钱的时候，或者是捐资粮都好，然后下次又发生了就又反了因为你那时候情绪不到那边你要情绪高昂的时候你愿意做嘛，情绪低落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对不对？人依情势作用，佛家告诉我们刹那生变，变来变去啦，没有一个定性所以总之你再怎么变你都还愿意这样子做，不错了。要众生缘慈悲，那么众生缘慈悲就要入理再升级提升把这一个习惯再往离体的部分去什么探索跟契入那么依理行事的时候，这样你就提升到所谓的法缘慈悲。法缘慈悲那时候是依理体了，而不是依舆论压力了那么这个离体，你这个法缘慈悲就扩及了整个虚空法界的一个概念了，可是还是不圆满因为你这一个我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卸除，
所以只要你这个我还没完全彻底的卸除的时候，我的存在表示情也存在，情也存在，那么表示执着也存在，因为执着等于我，那么西方哲人讲的可能稍微再高级一点啦，他讲我思故我在嘛，对不对？我思他要讲到思想这件事情，他不是讲我想故我在而已，他讲我思故我在。那么如果从负向的方向来讲，我思故我在，当然我想我更在嘛，对不对？所以那一个我不是西方哲人讲的真我，那么西方哲人讲的真我也还没契机到真正的真我，你们讲的自信。那么这个我思故我在，就是我会分别，所以证明我存在，你看，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是什么？从结果论叫做我会痛苦，所以证明我存在。那这样的存在好吗？我想大家都不愿意这样的存在，可是大家都在这样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所以照这个法缘慈悲扩及，就变成没有条件但书了，就是所谓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时候刚法缘慈悲，你理解到整个尽虚空法界的一切，你都必须要无条件的去爱了，对不对？可是你还没有入一体观、同体观，一直要到最末后，那是佛菩萨的善，佛菩萨的善，也就是儒家在讲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个善，就圆满了。那个圆满就是完全卸除了执着分别跟妄想的这一种慈悲，这一种善，这一种爱，叫做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没有条件但书，我们帮助一切众生没有谈条件的，连一个你想说那是我的责任都没有，因为有一个责任，还有一个你要负责任，对不对？你是一个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境界是我们一般众生非常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众生老用想象，所以这个是契入了体性，生命增长体性是无关乎想象，它既非精神，亦非物质，亦非自然现象的运作，可是它却存在，所以这时候是契入了空性，而且是非常高层级的空性，是所谓的法身大士层级的善事。你们刚刚讲善嘛，怎么做？那么这个善就是没有条件但书，同体，因为众生本具一体之体。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契入法身了，契入法性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通通是那一个等一，平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所以你有问题，我本来就会有问题，这时候不是责不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对不对？你看都加个本来，所以佛家讲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中间就是迷子了。你看我们很难理解，我本来就应该帮他，我们常常会我为什么要帮他，对不对？是这一个对立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方向，善事有很多方向，我们现在做的善事都是有目的性的，爱缘慈悲，所以你要从有目的性的，即便有目的性也会做善事也不错的概念去不断的做，不断的做，那做有深度跟广度，深度很难谈，广度倒是可以讲。那么做善事要先从广度做起，求学问要从深度求起，修行的理解要从深度，可是行为要先从广度，因为你广度不足，你的深度撑不出来，打不进去。那么求学问就不是这件事情了，修行的学理解这件事情要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要直接求深度。你一旦求广度，你就永远失去深度了，是这样。那么你深度越深，你广度自然广，它有这一个妙理在，所以才讲这个真理微妙难闻，道理通俗易懂。可是道理会随着时空因缘而转变不同，
文化背景定义不同，可是真理放诸天下十方三世皆准，那是真理。可是偏偏微妙难闻，所以一个要真正改变命运的人，我常劝着不要讲道理，不要误解这句话哦。不是那种你看那个人告鲁都没被功德力然后我就是不跟你讲道理嘞，师父说的那就完蛋了，误解我的话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讲道理，就是说人家可以讲道理，你不要去跟人家论道理，是这样，都好，因为道理去时空不一样就变了嘛，对不对？那你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都可以接纳嘛。可是你要契入真理，真理不是用讲的，真理是把它什么做进去的，也不是做出来做出来是真理的样子那么如果我们是要把它做出来，往那个做出来的方向我们又着相了，我们又背离真理了。所以真理真的是非常难懂的一件事情。真理到极处的爱，你契入真理的爱，就是刚刚讲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那一种爱，那一种善事那一种善事就是空有不二的运作就是所谓诸佛菩萨在行于布施，心里一尘不染的那个样子。那么他的行于布施是什么？是积极的，可是他的积极偏偏没有一个积极的意念，你看多难懂，对不对？没有积极的意念很积极，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对，这个意思没办法用文词讲，它是本来生命就这样，也就是说他没有拣择。我们的积极都会为了一个方向而很努力的，所以我们就产生拣择了。产生拣择，你又常常又退转，又会变成分别。那你产生拣择的时候，你又常常依分别的选择了，你又会执着。所以你看，又走一种倒退路。那真理是什么？完全放下。你要放下就没有，可是放下，我们世间人只要没有去实验，这个实验还要保持。我们会偶尔的实验，昙花一现的那种实验不算数，你体会不到深度。我们的实验还得保持，不断保持，不断验证。那验证不是自己在那边调参数，是要依法不依人，不是依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去验证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这个智慧，冥伏于所谓一切的真理。那么他们能够符合，我们当然也可以符合。事实上是我们跟他们都本来就符合，是现在我们错了我们迷失了，我们的妄想习气不断运转，生生世世养成了根深蒂固的错误习气，所以让我们连理解这件事情都错，理解的方向跟理解的，用现在人善用的言辞叫逻辑，我们在理解这件事情的逻辑也错了照着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做真善所以人家讲常乐我净真实善嘛，对不对？事实上后面讲的这个善有没有是包含了前面那几个字，常乐我净真实，是这样那么后面加个善，对不对？也就是说这7个字是1即6， 6即1，或者是1即7， 7即1，你任何挑一个字都具足其他6个字，这个才是佛家在讲的我们生命的真常的理路。那为什么还要讲常乐我净真实善？要不然你这几个字凑在一起，你怎么一次发音？发音给我听听看，我要学起来，发不出来。那么为什么要把生命拆开变成这样的形容？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器太低，理解度不高，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错误的什么逻辑，就是习惯了分析跟归纳，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读书人会称赞一个，你看他的归纳能力好强对不对？会称赞，对不对？他分析能力好强对不对？他逻辑力好强，对不对？是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佛家告诉我们生命真常状态的最低等思维。你看我们人类，所有人类的最高级是我们真理的最低级那最低级也包含了高级，也包含了低级它没有否定不是否定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钻牛角尖
在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思维的框架里面过日子，这个就造成了所知障，就是昨天我们在台中讲的智障，我们这边的智障，对啊，所知嘛，你智慧上有障碍嘛，所以你很多东西不能理解，更高层次的你无法懂得，没办法，所以你这一个智慧不出、不显、不发，你的善绝对会有问题，你做不到佛菩萨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所以你还是会想我，对不对？我的家庭，对不对？我的家族，再大一点是什么？我的族群，对不对？我的政党，对不对？啊，我的国家，那么这不是拢政党的问题吗？对不对？害得我们都还要这样绕半天，对不对？那么当然这有些共业啦，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没人问就不要讲，对啊，那么我的国家不错啦，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也不错啦。那有没有考虑啊？你的地球，你还有没有考虑到外星人？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顶多你去扪心自问啊，你试试看，这4个慈悲，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先不讲呢。我们有时候爱缘慈悲都不够，我们爱缘慈悲都蜕变不了，成为什么？众生缘慈悲，我们要想到我们家以外的就皱眉头了，对不对？不要这样讲连自己跟自己都处不好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爱缘慈悲也都是有问题的那一种爱缘慈悲，所以这些要去了解，了解为什么，了解了有帮助我们去卸除这些错误的态度，那么你错误的态度卸除了。你的人生在提升，就少了很多的包袱，少了很多的包袱，你要上去就很快速。你稍微做一点善事，它的效应都很广。那么我们现在的人不是不去做善事，而是善事在做的时候，恶事也同时在做，对不对？那么业力又不肯消，你看这3个层面你本来就有业了。过去生有恶业，对不对？所以业障嘛，障碍住你的人生嘛。你们现在多数的病，都是跟过去的这个业因种子有关系。这辈子的病，只是这个业因种子遇到这一辈子的缘起现行，叫做这一辈子的业相，业的现象业的表象。所以不能够这么愚蠢的，只是在表象去琢磨。那么西方的教育很悲哀，他们永远都是以治标不治本的概念。我昨天上来在车上听到小兰老师跟若晴他们在讨论说，以前他们在看一部什么电影那部叫什么电影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我们以前不知道，还以为养蝴蝶的人蝴蝶效应那蝴蝶效应是不是跑到什么过去我是没看过，然后要解决问题越解决越乱，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就是没有了解到我们刚讲的那些理路我们现在的人的概念或者西方的教育的概念，永远在治标，所以他以为表面没有了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才会产生蝴蝶效应这部电影的思维逻辑那当然，也许创作者在表达这部电影的这个心意是好的是好的。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整个宇宙的存在我们应该要去解决问题，对不对？可是你看慈悲多祸害，对不对？多祸害，因为它改变的是业相，它没有改变业因。业因再遇到下一次缘，业相又会冒出来。那么你这次改变的业相，因为你因不调，你的起心动念不够正确，所以你又造就了另外一个错误的业因。所以就会越改越惨，越改越惨，越改越惨，整个宇宙就被搞乱了，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当事人一定是我是要拯救世界他要拯救世界的心意是好的，对不对？可是他的行动却造成了悲哀的事情。这个就是佛家在讲的慈悲多祸害，因为它只存在爱缘慈悲那当然有那种能力是电影描述啦你说现实生活有没有真的可以？当然可以为什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对不对？那你们每个人都办得到啊，只是你们未曾真正去学过怎么办得到的理路。当然现在在学了啦哈，现在在学还来得及，对不对？来得及，希望多活几年，多活几年。那么这时候不能像很多我以前遇到的，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说我阿姑是被冲上归去嬉戏耶，然后包括去武当山也是啊。我有一个年轻人就也问我一个课题啊，你们活那么久要干嘛，对不对？我们宁愿活少一点。他说为什么你会有宁愿活少一点的概念？因为你看到周边活久的都很痛苦啊，对不对啊？如果周边活久的越老的越快乐，你要不要说我阿姑被冲啊？对，当然嘛，我阿姑对啊，那这不是为了那个快乐而已。其实在佛家跟我们老祖宗的概念，福禄寿康宁中考，对不对？五福临门，就这五福你看为什么称为福？其中有一个寿，那如果活久一点不好，那寿为什么当作是一个福报？对不对？这个福报是要有作用的。依佛家来讲，生命不空过生命丝毫不能去浪费。你越长寿，代表着你一辈子成就的几率就越高。成就什么？无上佛道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一辈子成就他很努力的前提下，那你看，如果我们今天终于明白要努力，终于明白正知正见了，对不对？好，下定决心努力，明天死了，你冤不冤枉？对不对？死了是怎么样？你没超越轮回没超越轮回就是会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下辈子好吧，总算你这辈子还有修十善中品五戒，下辈子又会投胎回来做人，也不错，对不对？做人，听说十方诸佛都在人道示现八相成道成佛的，所以人最有机会成佛无上道。那回来做人，哇，又是一个大福报，对不对？还是你回来做人，不是婴儿出生就承接佛法，一般还能够承接佛法都到20来岁。可是这时候我是以唐朝那个时代算了，唐朝来到这个时代几千年了，这个时代的根基，要不然请问在座的你们什么时候遇到佛法的对不对？那个不像现在我眼前这2位呢，对不对？你看这2位多有还有3位，你看头要冒出来让我看到了，对啊，他们就很聪明，对啊，我说你没讲到我，对，他们就很有福报，在年纪上跟机缘上比我们福报太多了那么遇不到所以以常住来讲，当你懂事，你遇到你还得懂事，懂得珍惜，对不对？那我们一般依古老的教育，大概20岁很懂事了大概12岁开始懂事，对不对？20岁很懂事，我们现在是30-40岁，对不对？都还在当妈宝对不对？那就不太懂事，对不对？那么以前呢，我看过很多大姐姐啊，那哥哥都是10岁就抱，这边牵一个，这边抱一个嘛，都在带小孩了。我小时候也开始在带小孩，但不是我们家自己的小孩啦，因为这那个保姆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现在你们做保姆还要考试，对不对？那这保姆还要考试，好奇怪的世界对不对？保姆不是一种本能吗？对啊，还要去考试啊！你看时代变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变你也要有警觉这个变表示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低落，这一些正向的能量场越来越差了。所以讲到这边跟刚刚的善事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有，这个能量场越来越差的时候，你要做善事越来越难做。我们现在多数在做真正的善事的人会被笑，对不对？你还要加一份勇气。那以前不是啊，以前是大家没做会被笑，对不对？所以你没做要很有勇气，现在在做要很有勇气对，就像现在学佛学政治正见也常常会被质疑啊那很正常啊，因为人家不理解啊不懂啊这时候要加上一个勇气那么讲回来刚刚这个理路，我们就要透过这一些参数一层一层下去，然后提升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是真正的菩萨的状态。那一个状态，你随便当然随便大家定义不好听，叫做你随意
随意轻松的做任何一个动作都叫做圆满的善，无法想象，对不对？这叫不可思议。所以以前我跟一个艺术家讲过，我说你有没有想象过什么样的善是圆满？然后就是捐很多钱啊，对不对？或者是有能力组一个很大的团体，社会公益团体，然后一直去募款做善事，募款做善事。然后我就问他说现在他大概现在跟我年纪差不多啦，40来岁。说依你长到当年是大概30几岁啦，依你现在长到这个年纪，从小到大都有听说过这一个慈善团体，现在是比较多还是以前？现在多啦，对不对？尤其30几岁到现在又隔了将近10年了，对不对？将近10年是不是又更多？那慈善团体逐年在增加，我们社会的灾难有没有逐年在减少？表示没有用，对不对？那为什么没用？不是慈善不对，而是没有治本。那这时候本就来了哈。刚刚我讲到西方的思维，我讲到那个电影是要为什么回来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西方的思维就是他觉得你那个东西不好，他就要跟他对立，把他剔除，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人心之恶。人心之恶就是只要不符合我认知的好，全部都要剁掉，对不对？因为以前我看布袋戏有一个那个角色啊，好像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啦。我们底下好像有布袋戏专家，下次去查一下。他说那个就是布袋戏不是这样演嘛，对。然后他就走着，只要路上有什么垃圾，他就讲出一句“笨蛇孽雕”笨蛇孽雕，对不对？有一个角色拿一个夹子，武功很厉害，这样就是我们不如意的都是笨蛇，都是垃圾，所以我们都要把它铲除掉。这样，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个最大的垃圾那所有的垃圾都是因为我而污染产生的，所以我从来不把我灭掉那个我，对吧？那个我是不是这个肉体？这个我是里面那个主宰的我，所以你只要懂得把你这个最大的垃圾，我没有骂你们我也是对吧？把里面这个那什么是最大的垃圾？我们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一个灵魂，那个就是最大的垃圾。你把你这个贪嗔痴的灵魂灭掉，就解决了呢，你的世界就美好了。所以这一个东西，也就是佛典常常告诉着我们，我们的存在环境跟我们自己是什么关系？是一体。感应道交，不失时，对不对？随心应量是这一些所谓讯息的一种接续。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的意思那么它都恰到好处。那么我自己跟环境是依报，我是正报，它是一体，所以依报随着正报转，对不对？那么我们小的，我们再细分下去，假设灵魂是正报，我的肉体是依报，我处的土这个叫做土就是一个场域的意思做生意的人，他的企业就是土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我的灵魂住在这边叫做土，我这个人住在现在不是住在现在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土土是这个概念。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你要不要把你的佛土，你认知的不净给什么灭掉切掉剁掉？你的不净就是你那个认知不净产生的，所以你要回来把你的这个不净的认知调整，不净的认知转化，你本来就没有不净了，不干净的净，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是不是这些业相通通在调整了？这是最高段的艺术，最高段的艺术。那么在应该是书家的《黄帝内经》里面，古籍有记载，最高段的医术是所谓的乐。所以你们在讲的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什么字？乐。有一种乐音你听了让你快乐，你的百病皆除。所以这是最高端的医术，所以才有你们这个音声法脉那么这一个东西因为学修者的根性低落，然后态度不正确那教育者又先离开了要断层嘛要教你的不在了要学的
不努力呀，所以就断层了，所以就你们世间叫失传了，失传了。那失传了一代过一代失传，那么退而求其次才是所谓我们中医上在讲的针灸、推拿、点放、拔气。你会发现这一些功法都没有侵入这件事情，勉强那个针有一点而已。那么这一种东西又必须要这个人有一点修为，他才会有深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学习中医的学子，又是用着西方教学的方法在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阳明医药学院什么这些其实内涵是中国的是老祖宗的这一些符合大自然真常之道的理则的医术的运作。可是方法学习教育的方法是西方制式的这一种教育手段，你就把这个理论给溃散掉了。这就是你们以前常常在学的，学佛要有正确的方向、理论跟方法，这三个缺一不可。这三个每一样又要精准到不行，它的角度偏丝毫微毫度都不可，要精准到不行。所以为什么叫佛？不能是那个刚刚那个是什么先生啊？我忘记了。差不多先生，对对对，表示我们大概没什么差不多对啊，差不多就不能只是差不多，它要精准到不行，一度都不能差你才能够成就。所以你看理论出来了，理论是对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学习佛法的人、学习道法的人、生命成长的人都依古籍这些称作为经的。那只要我们前面加个真的经那么这些经所有的包括东西方的这些宗教的这些经典都是正确的理论。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的族群在涉猎接触都没有相对得到理论这些经典里面记载的美好的样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都用了错误的方法跟错误的方向去对待那你看错误的方法你达不到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才能把它开启，所以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受用受用那个叫做美好那么来到了这个教学中医的理论教学的场域里面，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达不成正确的理论的美好结果，就这么一回事那么真正的医理还得契入所谓神圣工巧，君臣佐使，对，那个还有加上这一个生命行医这一个人的意念跟他的善护。所谓善护就是他会善加引导这个病患，对不对病患有诸多忐忑啊那刚刚你们听到这边就知道我们的病就是从我们忐忑来啊，对啊今嘛，所以以前我遇到很多癌症病患我常讲 95%， 现在又多了啦以前才 90%， 现在再加个5%， 95% 都是被吓死的啦都不是真正病死的，都不是那一进医院就说你哪不安那对安那第一个就已经溃散一大半了，魂会破散不用补点贵卡点音呢，你就生一个小病就已经被人家医生吓到不行了。所以这个就变成它只有所谓的这个叫做常识层面跟所谓机械层面的运作，它没有生命层面的运作。那你知道一个人的病是他的生命，对不对？你必须用生命的态度跟生命的功法生命的工程去对待，他才能真正釜底抽薪的去治疗圆满，才有办法。那一个人越了解这个，他对于治病自己生病能够治愈成功的希望就越高，因为他越明白。我们以前为什么都不行？因为我们不明白又听错误的错误的又把我们吓得更惨吓到更惨的时候我们又更慌更慌又不太又更迷糊又更没智慧，更没智慧又更接受不了，这叫所知障都出来嘛，真接受不了真理的运作老祖宗建议我们的要帮助我们这个理则又没办法，所以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现在癌症的死亡率高的原因在这边，要不然这种所谓被当今医疗体系
判定是不治之症的这一种病啊，是全天底下最好治的，你们可能很难理解，对不对？因为它靠你自己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被刀子割到，伤口很大，对不对？这个可能很难治，你知道吗？旁边都没有人啊，看你怎么治，对不对？你就一直流血啊，你不会缝啊，就算你会拿针，旁边有针有线，你不敢缝啊，对不对？对吧？你就是一直流血，眼睁睁看着自己流血流光光死掉啊，好难哦，对不对？你看癌症这种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用开刀，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医生，你理解理路啦，就是你的医症的问题嘛。你症报失衡了，你医报，那你回来调整症报啊。那症报又不用用钱去花钱去调，对不对？有的还穷人家还上不了医院，对不对？所以通常在我们的体系里面，成功的个案都是有几个条件，都是他已经是医院已经判定死刑的这种。没判定死刑的还不好治哦，还有一丝希望可以活得还很难治哦，常常在医院被搞死哦，因为他有希望嘛，他有缠着那一路线的希望，他没办法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所以我的经验啊，别人我不知道，我的经验是我经手的从以前到很多都是被判定死刑的，绝望的那一种，对，绝望的，在坊间全部都绝望的这一种最好来到这边，因为他剩下一块浮木，对不对？好好抓着，好好抓着。那他为了抓着，他什么都听啊，他就什么都接受啊。我就跟他讲，这时候我跟他讲，他的接受没有干扰。那我不是我啦，我只是代替诸佛菩萨去帮助他这样而已，对不对？讲诸佛菩萨的概念，因为他只有一条路嘛，他为什么不会再走回头路？因为死刑了嘛，因为全部都判死刑了嘛，然后他就会接受，就他去做了。然后通常这种都在外面跑了一圈也没钱了嘛，也没钱可以去期待更先进的医疗嘛，越先进的听说越贵，对不对？他也没钱了嘛，这种最好，人家穷到不行了，失望到谷底了，这样，所以我来了之后就告诉他，反正不用花钱，这可以勉强做做看，对，回家调嘛。调心啊，每次来接受一下好的磁场的照护啊，我们照护也不用花钱定价啊，对不对？他说那这个可以，没多久就好了。那通常这种个案，只要他的心决定是这样的，3个月再严重的病都好到不行。这样，那你也看到很多野生的这些病，对不对？为什么不好？就是他不愿意把自己变成这种条件，所以某些福报是障碍，富贵修道难，对不对？某些依赖，他凭何而能依赖世间的不一定正确的理路？因为他有那个福报。我有钱我依赖医院啊，你没钱看你多会依赖医院，对不对？你没钱就依赖自己，对不对？所以真正生命要解决就是依赖自己，依赖换个词比较好听叫靠自己，对不对？那靠自己去调整原因，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原因，所以当你在调整错误变成正确的过程，就叫做忏悔。所以佛告诉我们，礼佛一拜，罪灭河沙。我们如恒河沙数这么多的罪业，罪业有因必有相，对不对？我们的病也不会只有一个，从小到大，我们活到今天以后也不会就没有了，除非你是大修行人。而且大修行人有的还会有，有的不会有。为什么？他同样是在修行人，因为功法不一样。有的在修持禅定的过程里面，他一定这些道家或中医学在讲的任督二脉、12经络全部打通的，他在修禅定的过程，他同时在练这个东西，他修到开悟，他以后就不会有病了。有的在修持的过程，他修到开悟，可是他没有多花时间在修，在练这一些气，练这一些什么打通任督二脉这种东西。他开悟以后，还会有过去的业相现前的时候，他还会病。可是这两种不管会不会病，他都开悟，都无碍。他都有办法。比如说会病的那一种开悟的人，他会利用他的病去度众生，他自己没有苦受。
那不会病的当然就没有，他就用另外不病的方式度众生嘛。他那个都有各有路径，这个叫远不同，远不同。你看为什么他们能办到？因为他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们的善是这个概念。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概念很高层次。那说真的啦，你们有癌症的这一种不用到这样啊，就可以解决了要不然一直讲这个，大家越听越没希望。不用到这边你们只要爱缘慈悲能够往这个众生缘慈悲再提升，大概就可以解决你们人间的癌症了所以不用去害怕这个东西所以善我刚刚讲从广度开始，反正你存在嘛我刚刚还没讲完，突然跳到这边，那个修行人修行人为善。我刚讲到我跟一个艺术家讲的，我的朋友说，我刚刚讲是不是讲那个组团体，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种修行人一种得道高僧当然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得道嘛，对不对老法师，老禅和子，老是在那个寺庙的偏僻处在那边弄个吊床，在那边晃来晃去，躺来躺去，每天在那边日光浴然后也不扫地，对，也不讲经也没组团做善事，通通没有，功德无量。你看这不是福德了功德无量，那是皱眉头了。前面讲的那些组团体都可以认同就这种对社会没贡献怎么会这样？我说因为他心清净到一个极处，所以在他所在之处方圆100里内，依他的清净的正量摄受住，不会有灾难。你看你要组几个慈善团体才能解决？他说摄受住他这一种人至少都是十善圆满起跳的，十善圆满还不足。刚刚讲的他心清净到一个极处，就他沉定功夫了得到一个极处，加上这个极，至少都超越6道轮回的四禅八定，他至少得了三昧了三昧。四禅八定不能叫三昧三昧是第9地定以上叫三昧，那么他的三昧级数可能又达到了自性本定的那个首楞严的大定，首楞严三昧达到了那一边那一个层级，那他当然他的正报了得，对不对？他所处的依报这些土清净，所以我们在他那个场域，即便会有灾难，都已经被他的增量摄受住了80%以上了，剩下20%我们觉得在受灾难。如果他的80%的增量拿掉，我们是100%快戏呗，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海啸很多都已经是简化了呢。你们要看到这些东南亚海啸、日本海啸都已经是被简化过的被简化，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诸佛菩萨在人间只是他不能示现让你很清楚知道他是，要不然他就会被追杀因为我们现在人心不古，对，人心不古，嫉妒障碍这些嗔恨障碍太多了所以以前我们常讲的拍来拍来看不到钱爱内含光，对，要那个锋芒隐藏一点这样子那你看那个善是这样，所以我们好自努力，从生活当中一息尚存。真正的善就是你不断在调化你的心往清净走，你越是清净，你的行仪不用去找，你遇到的你清净的对待，那个就是善。而且那一个善不是在所谓的这个数量上的大小我们现在都要数据化嘛，对不对它不是在数据化的大小，它是在你的心定境功夫的高低，决定你那个行为的善的圆满度。这个是会做善事的人在做的。所以也许你并没有捐1亿，对不对？你只捐1块钱，你的善的功力是比那个1亿还要高的，要高的。为什么？我捐1亿为了节税哪有善，对不对？我捐1亿可以上媒体对，好人好事表扬一番，对，我要的是那个名闻利养，这个固然是善，可是它不是真正的善，它是有反面对立的善所以它要解决的力道就不够圆满所以善你就知道往哪里走了往这个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清净心的对待那么你看这时候回到了我们小小的世界，我现在
周边都没有人，也没有我认知的事跟物好对待，我就要好好对待自己。对，那我对待什么自己？我不能在那边每天打妄想啊，对啊，我就在那边修定啊。因为修定你们很难，因为你们不熟悉，我不是否定你们的能力哦，对啊，是不熟悉，所以用一个最善巧方便，你们念佛，把你们的妄想打掉，你们就在修善了。而且你如果念到了清净，你这时候的善的福德就提升到功德了。所以功德须见性，它不是在外在的有为的这些布施供养的行为决定的。所以六祖才告诉我们，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所以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之本心，见之本性，即名天人师丈夫佛。所以既是天人师丈夫佛，他就是圆满功德。他那时候应对的是十法界众生，而不是我们一个小小地球的周边的人事物而已，都不是。所以它的基础就在放下2个字，对象是执着，对象是分别，对象是妄想。一旦放下，你至少第一关键跟你自己这一个众生对待就是善的，你第一个服务到的是你这个众生，所以你的病相就会化解。那化解的力道，也许你这时候还有过去的冤亲债主的参数如果有过去，当然现在他可能处于无形，他处于无形，就是他在暗处，你在明处有那个兵法概念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亏损的状态，对不对？然后我们在暗处，他在明处，他就完蛋，然后再是这样。所以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概念，管你在暗处怎么躲，君子坦荡荡，对不对？不怕吃亏，对不对？也没有被占便宜这件事情。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叫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现在的人后面加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不对？这绝对是错误的概念真正你把2句兜起来就对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亦不可有。天下没有吃亏这件事情。所以你这时候用现在人讲，我豁出去了，对，我豁出去了，就是什么善事我都做，什么亏我都吃，对。那时候你最后做到你不觉得有一个你亏也吃到，也没一个你，那时候所有的病相就没了，没有副作用这种那个化疗啊标靶什么的都有副作用，对不对？那个副作用又是一种苦啊。当然有的人想不开，他要走那么一招也可以啊是吧？为什么叫走那么一招也可以？痛啊，可是通常很多也可以当中他不会啊，他在痛的过程他不太愿意接受那个痛啊，那就不会啊。那如果他在痛的过程他愿意接受，而且好开心我又痛了，对不对？哪有这种病态的人啊，对不对？学佛就是要这样好开心又痛了，又消业了。你没有遇到障难那个苦受，一般人的苦受，你那个业力从何而消？我就说以前我举例的那个电脑啊，你害病了，电脑病毒嘛，中毒了，那你不开机你怎么灌防毒软体啊？所以你一开机就有那个现象，对不对？你要灌防毒软体。所以我们过去生的业因种子，这辈子现出越多，其实如果你会的人，你这辈子的提升是越快的。所以你看我前面讲后面讲，对不对？我前面讲的是根基，后面讲的是也许你会遇到的境界相，那你就用前面的根基去对兜，这样才圆满不能取决于前半后半学法是圆满的。那么如果你有前面的根基很深厚，你后面的现象的对峙需不需要？也不需要了，就不用那么苦。所以可是有的人不喜欢改个性，他说改个性最苦啊，对不对？叫你不花钱的，不要靠别人的，他说最苦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要叫他不要贪，他说好苦要叫他不要嗔恨，受不了，对不对？要叫他不要贪嗔痴愚痴，他说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你只好去承担那些直截了当的痛嘛，对不对？痛到
掉头发了奄奄一息了，还有插管了啊，大家串的，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会影响整个周边的人呢，对啊，然后心情又不好纠结，那你只好去承受那个。然后通常只好去承受那个的，就是不太容易好了，因为他不甘心，对不对？所以遇到了所有的业相的现前，就要乐于接受，乐于接受，欢喜心去对待，当下就在消业。所以逆境逆缘来时，无有嗔恨之心，业力全消，就这么一回事。这比做法会祷告还厉害，还快速。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沙，恒河沙数都灭尽了。可是你要懂得，人家讲的礼佛一拜是多么的至诚之心，所以叫做这些业因种子、业因果报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的人生。有的会更厉害，他透过这一些业相现前，不只是针对说我怎么做善事，让我的这一个业相稍微淡化一点而已。他会透过这个去深度体验、感受什么？人生苦，对不对？苦于无常，我都没办法掌握。这时候怎么样？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当人？因为那不当人当什么？当鬼吗？哇，听说更苦。虽然现在过去的都忘光光了，所以就要去提升出出离心，离苦得乐之心。所以你有出离心，你会更加勇猛精进的什么？去探索，去学习，什么样才能真实就近圆满的解决这一些生命的苦。那时候你就会因小得大，因苦得乐，对啊，所以会回过头来感激这一种苦相的现前。有很多就是日子过得太好永远在那边浮浮载载上也上不去，下还有一点福报下不来啊，所以永远这样，然后以至于久了之后，他的思维就僵滞了，僵滞了，最后就变麻木不仁。那麻木不仁，你的业相还是在运作啊，那你的福报还是在折损啊。当有一天折损到殆尽了，想到也来不及了，殆尽了就是你的福到尽头，寿命也没有了。就是我前面讲的，为什么要长寿？长寿就是要争取时间，好好修持，好好抓紧时间，在这一辈子一次就把我所有的错误改正掉，这是需要时间的。对一般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比较常数法则啦，不是那一种特殊性的人啦。特殊性，比如说佛教在讲上上根人啦，上上根人他不太需要有什么时不时间的问题，他就一念间即得。所以禅门告诉我们，上则一念间，下则无量劫。上上根人他要成就无上道，一念间就办到了。你跟他讲个道理，明白，现在就是了，就是佛了。那下根人就是为什么？你再讲一次。你讲的跟前面讲的一样吗？我就有遇过来跟我协谈的人，他在半小时内问了10次同样的问题有你们没见过我们没办法业障盖住吧？你们我曾经听过同参讲说，可能可以有memo点，memo点所以不够亲民，会一直回绕啦。那也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所谓的习气的直性，一直在那边转漩涡啊，然后老是转不出去。那这个就是只求解不求行所以有解无行增长邪见，那个邪见又会引导邪见，邪见又会回来障碍正知正见。所以他如果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执行，他的邪见跟所谓的无明就会断除。那么有一种人是他埋首一直在做，可是他不多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了解一下，了解更深度一下，了解更透彻一下，不愿意，所以他这种叫做有行无解，增长无明。他会做到最后，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产生很多疑惑。这两种最后都会产生一个字叫疑。然后佛家告诉我们，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怀疑的疑。所以不能有疑，所以相对疑是那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
你只要相信佛菩萨告诉你这些，比如说刚刚这一个问题，最后再一个问题讲很久做个结束一下就是你信佛菩萨告诉你的这些理路，你就去做了，对不对？做的时候你会慢慢有深度，你的理解会越来越有深度，深度会拓宽出广度，所以从广度的做会帮助你理解的深度，理解的深度又会延伸出理解的广度，理解的广度又会让你的做更为广度，更为广度又会让你更有深度。你看良性循环出来了，你一旦踏上这个轨迹，你这一辈子叫做安了，对不对？没事了，最后就是等时间到，事得一万事毕，就等这一辈子毕业。毕业不是被当掉毕业是喜事，毕业表示你下辈子是升级的，当掉不是当掉要重考。我们现在多数人都是被当掉来的，因为很多人都很有福报嘛，这样可以明白吗？善事从何做起？那就是三布施，对不对？财施、法施、无畏施。那无畏施就是利济苍生，让他得到身心健康，透过我们自己。财布施是透过一切布施的行为，利济一切苍生，让他得到资粮的满足。那么法布施是我们去行奉献服务众生，让他得到开智慧这类。那么你的智慧会提升，你智慧提升，你会更理解这一些医疗的理路，正确医疗的理路，所以你更有智慧去判别，选择更正确的医疗路径医疗路径。那么财布施会让你更有钱世间讲钱本来要讲资粮，讲钱好像很现实，对可是钱真的很现实讲钱比较有力道你会有钱可以去满足你所有所需的这一些所谓服务众生之事。我不是满足所有你的医疗知识那真正你要不病就不要想病那我们现在人都是这样子平常就在想病，对不对然后一定会去生病，然后想医疗保险，所以一定要去看医生，对，所以你存一笔我未来的那个医疗基金，你一定要用到所以你非得生病不可所以你不生病你就违背你的诺言对那是你发的愿你上次没听我讲吗？我们在高雄，对不对？耶诞节那一次对不对？发个愿，对不对？结果就真的产生来要钱的，对不对？所以不想病，不想医，不想药，你的人生就很少有这些医生的问题那你就可以一直往上提升。对，三布施不断做那心要保持清净。好了，要训练清净训练清净，保持不容易，训练这样可以明白好还有别的吗？现在还有多少时间？15分而已你看看时间是不相应刑法对你看我的时钟永远停在2点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没有感恩师父。那各位师兄师姐，正好呢，我们也即将就是新春即将来临所以呢，在这边先请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先起立，我们跟师父拜个早年好吗？好，我们先跟师父一起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请坐请坐。谢谢师父，各位请坐。我们今天师父呢也特别为了大家所有来参加的同参呢，准备了新春的礼物新春的福袋。那这个礼物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它是师父的画作，叫做一系列的画作，叫做漂浮在风之上，其中的3篇的作品，然后呢制作成非常精美高质感的艺术毛巾。那大家呢不仅可以在这个生活中时时勤拂拭那当然有很多的意涵
可能要请师父是不是先帮我们开示？那个谢谢称它为方经呐，这个叫做我们做人处事啊，要不离方正之理，便于行事嘛，所以叫做善巧方便。你看看这个毛巾方形的这个意象，就是那一个方正之理要秉持。可是毛巾可以揉，对不对？去运用在任何地方，叫便于行事。然后在方正之理，很多人持着方正之理就死板了，这样也不对。要不然就是他只顾及便于行事就脱序了，也不对。所以佛法是圆融的，一即一切，它是不二之法，所以它是同时存在，那么它是一个智慧的运用。那么它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的清净心，也就是这种能力是来自我们清净心的起用，而不是来自我们知道多少。所以用一个巾毛巾的概念，就是希望诸位看到了能够在生活上去擦拭的过程的同时，之前那个周利盘陀伽啊，少成除垢，少成除垢嘛，也不忘在我们的心的世界去扫尘除垢，把我们的心的尘埃去扫掉，所以用这个布把我们心的尘埃给抹掉。所以神秀那一句偈就很适合我们现在的人的一种所谓的修持的一种依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保持一尘不染。那这一个一尘不染保持了，你就回归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复归于无，复归于空。所以希望大家拿到了这些方经的时候可以去理解。那么它当然有3个图案呐，意见目前只做3种嘛，所以只有3种。对啊，一个叫大圆满，对不对？那个那边有吗？你先补充一下好了。是。对，我等一下再补充。漂浮在风之上的3幅作品，包括有大圆满、因果语以及照亮这3篇，这3幅。其实这个就很浅而易懂了，对不对？大圆满嘛，你们的人生需要大圆满嘛。那大圆满它像是一个明月呀，一个太阳同体啦。那么太阳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光明本性嘛。月亮代表满月，代表圆满佛嘛。分正即佛，40月法身大士，最后提升到第42位次，叫做妙觉如来。所以是那个意象。那漂浮风之上本身为什么它漂浮在风之上？你看到里面这一个主人翁啊，他都没有踏到地板。那个意象就是告诉着我们不执着。在人间，可是你不执着，你又不对立，你又不去。这个不执着就两边不利啊。他又没有离弃这个世间。所以在世间滚滚红尘当中去立誓练性于不沾染。你才有办法成就无上道。那这个点亮嘛，对不对？照亮。点亮烛光啊，照亮大地啊。就是基督教上有一句话很好。我们也可以去做个依准，就是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烛光。我们现在人就是对立太多。那只要对立，你永远觉得对方是错误的。所以最后就是抗议嘛，对不对？抗议。那我们学佛的人不做这件事情，我们让。那么我们不是愚痴，不知道整个世界有不好的这一个境界存在，有这种错误的现象存在。可是我们积极于能够真实究竟圆满解决的方向跟方法去努力，那个就是成就自己。所以把我们的心光点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样你才有机会真正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佛净土。那么你自己的佛净土也不是自己，世间自己的概念，世间自己就是自私。那么这一个佛家在讲自己，是你为自己负责。你要依你的利基点去散发，所谓自行化他，自觉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他都没有离开你自己。也就是说，你的梦是你做的，你做的噩梦，你还得回过头来
把你自己调整，把你自己醒过来，你的噩梦才会杜绝。我们整个世界，我们的存在，相对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梦。那么你就问你自己，你在这个人世间苦多还是乐多？苦多你就噩梦多，乐多你就美梦多，美梦多也不保险，所以干脆不梦最清闲。是这样。不梦你才会睡得好啊，对不对？不做梦做半天起来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照亮别人之前，你得先把自己的心火点燃。是这样。那因果语就是希望诸位能够明因果。一个学修大半辈子的人不能有所收益，有所成就，主因也都在不信因果。不信因果前提是不明因果，你不了解你就会错解它，你有时候就会认为它是无稽之谈。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所有的真理来到我们身上都变成知识常识，这些知识常识对我们的生命一点注意价值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你心要得清净的人，你得要先去持戒。一个不明因果、不了因果、不信因果的人，他是持不了戒的。意思他是守不了规矩的。他常常会，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搞得这么苦啊？他不知道你的苦，你遇到的苦的这个执爱，是你曾经创造的因产生的现象。所以因果是一个学修最重要的一个历程。佛家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就是果，这个业就是果，那它必有因。可是我们常常又没有智慧，所以有果又成障，所以造成了业障，所以必须得回溯到原点去，叫做因果。所以换言之，一个人不明因果，连世间法的善事他都不做，所以他连六道轮回，不要要求太高，还超越什么六道轮回，他连在六道轮回里面有福都办不到，因为他不肯去施舍，不肯去做善事。所以这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变成只是一个学修有机缘学修的人的一种口号而已，空泛的口号，这都不是我们真正修行人所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必须从因果理路深入去扎根，也要去深入去验证你必须要去执行，这是一个高度科学的态度。所以佛法不仅是最高度的哲学，它也是最高度的科学。我们现在的哲学家、科学家都跟不上，那么这一个跟不上其实是冤枉，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基底，只要我们放下我们外在的染尘，它就冒出来了。所以不是去追求这一个生命美好，而是想办法把你的生命不好放下，一放下，生命美好本来就在。所以这3章有这个义理。感谢师父，首先感谢师父的画作，因为漂浮在风之上有这么深刻的义理也要感谢 OK Master 让这个画作化为这么精美的文创商品。我们再次的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愿复10万象更新谢谢。所以希望你们明年真的是极道鸿升把你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境界更往上的去淬炼。我们来给他开始。萨那西那萨那
しなおさなおしなさなそわおしなおさなおさなおみなやきな呀萨西索口玛纳哈萨，看到一些可以索口，感谢诸位啦，你那个请起，请起。